永德13年，南安后贪墨受贿，被褫夺爵位，自尽而亡。南刘瑾受缚千里，流放凉州，途中遭遇政敌清算，跌落雪山。我自少时起，锦衣玉食，飞马轻裘，好华灯烟火，良景美人。凡禄半生，就要被埋葬在这雪山之下，终成空茫一片。不要死，南刘瑾，不要死！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救我？我背上这个狼狈不语的人，也曾被誉为京都最风流。多少名门贵女一掷千金，只为换他与朱雀桥头惊鸿一瞥。这样的他，自然不记得皇室秋寿上被他护住的我。世子，有道不忍生。你一个弱女子，哪有这么大的力气？为什么不说话？自然是因为没有力气才说话了。你想要什么？金银珠宝、王后恩赏，这些我暂时给不了。我要你活着。你醒了，别晃了，有风。你的眼睛血盲症，暂时失明了。哦，谭志威，我一直记得你。那一天在雪山里，他说：“若能走出这座雪山，你等我3年，3年后我来娶你。”我真的等了他3年。3年时间，南刘瑾于南伐战场上杀敌立功，被皇帝亲封镇南侯，风光回京。回京的马背上还带回了另外一名女子。探路比无字思念，却不堪侵染。看好他，俘虏弄丢了，你提头来见。杀！不知这价值5座城池的聘礼能否取到谭家小姐？这般鲜衣怒马的少年郎，越过风雪，迈过沙场，来到我身旁，指起我的手，说要以5成的聘礼交换我的余生。枫树下汗水穿梦几多时，到如今是谁的情？我要先入宫面圣，等我出宫，我便来找你说话。主帅，这泼辣公主我实在搞不定啊！为我10万将士报仇雪恨！当我可以，当我夫人不行。还未成婚，你别乱喊。横竖婚期已定，如果你觉得我喊夫人你吃亏的话，你也可以换我夫君啊！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远去只一瞬间，不敢问此情何解。谁？是我。别开窗，听说新郎新娘成婚前夜见面是不吉利的。那你来找我做什么？我就是想和你说说话。3年沙场征战，遥望故里月明，恍然间觉得当年种种皆成虚妄，唯有在想起你时才感到真实。很多次我以为我会死。那一夜，他柔声低语，将许多有关自己、有关过去都讲给我听，似要就这样把一生都讲完。轻声弹一曲琵琶，撩动谁心猿意马。胭脂点春啊，云红霞。君子一诺重千金，千金换卿许白头。微微，我终于娶到你了。那时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一场花开，便坚信着未来将与他走过每一场春秋。来那一段风流无暇。你一个充当杂役丫鬟的俘虏，还敢耍脾气？都在这儿做什么呢？夫人，都去做自己的事。你知在边境时，南刘瑾是如何与我纠缠3年的吗？侯爷，您下朝了。夫人呢？今日月明年，和你说什么了没有？说你与他纠缠了3年。不是的，当初我佯作寻常商贩潜入敌国探取情报，任务目标就是他。如今他虽为俘虏，但毕竟有公主身份在嘛，在日后2国谈判中将作为重要筹码的。
陛下别让我亲自看着。那你能否将他安置在京郊私宅，派人看守？月明言十分聪明狡猾，恐怕不能放心。你率军歼灭了他麾下将士10万余，此等国恨，我只怕他会寻机对你下杀手。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我原以为你会误解，没想到夫人是在担心我的安危。可你完全不吃味，我怎么又觉得不太开心呢？我是认真的。好好好，知道你是认真的。你夫君再怎么说呢，也在战场上拼杀了3年，相信不会这么轻易死掉。恭喜夫人，这是喜脉呀！怎么了？小姐，您有了身孕，可现在侯府整日被那个月明宴闹得鸡犬不宁的，偏偏姑爷又不下令将她关起来，我担心。夫人有了身孕，韩素姐姐让我们换个淡雅些的香薰。你再这么闹下去，是要逼我把你关起来，绑上手脚才罢休吗？你不要我闹，为何不早绑了我？我记得在边境交手时，你说过。如此鲜活明媚的女子，若是在战场上断了手脚，该多可惜啊！你不愿束缚了我的手脚，便纵着我在你允许的范围内扑腾。很难留情，你如此自信，早晚有一天我会后悔。这孩子来的意外，我得先去找一批有经验会伺候的老嬷嬷来。哎，你说他会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听说儿随母，女随父。若是个女孩，你会希望她安静些还是闹腾些？女孩闹腾些也无妨，若她喜欢，纵使舞刀弄棍我也纵着。女孩闹腾些也无妨，若她喜欢，纵使舞刀弄棍我也纵着。何必这么紧张？我只是与他说几句话罢了。你这么相信我不会对你出手？一个能当女将军的人，应该不屑于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有孕女子动手。我要是你，一定会想方设法把我送到南流井看不到的地方。毕竟在没有你的那3年，南流井对我如何，也概不知晓。行军打仗，最忌讳的便是对敌人一无所知，在深宅里也一样。日后我得空，便带着你在京郊附近四处走走，等孩子长大了，再去江南。我不许你离我远去，流浪天际，遥遥消散在山林。我不许你后会无期，化作一场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夫人出事，你来怪我？南流井，你该怪你自己。我明知道我跟了出去，却没有拆穿。只留下回忆。小姐，您别太伤心了。为何假装不知道我扮作丫鬟跟了出去？是担心我被关得太久闷得慌，还是有意挑逗戏弄于我？却没想到我真的会对你出手。薇薇，我们还会再有孩子，等你养好身体，等你养好身体。或者是不沉默的就让一生成遗憾。自我小产后，南流警告了假，日日陪伴在我身边，小心翼翼的不去提及孩子。什么声音？是府中的母猫生了小猫。薇薇，刘景，能不能赔一条命给我的孩子？前几日两国已完成谈判，月明言他需要完好无损的送回去。你是真难熬，天子重臣，大局在前，我明白。我想回谭府看望父母，我陪你一起，顺便陪母亲一段时日。你与侯爷是不是闹矛盾了？娘，你想多了。你呀，也就是侯爷宠着你，
才让你吵架受委屈就跑回娘家。可夫妻之间哪有那么多过不去的事儿？想开了就早些回去，爹娘啊还盼着抱孙子呢啊！知道了，娘，你放心吧。路人只愿是一颗无爱姑爷，是火。别吵了你家小姐休息。哎，这2月呀，姑爷一得空就跑来谭府献殷勤，夫人也多番劝你。小姐，你打算何时回侯府呢？就算有什么心结，也应该同你夫君敞开了说。微微，你看我带什么来了？你先站那儿。你与月明言究竟有何过往？你对他如此放纵，甚至不顾生死。南境战事，我曾刻意接近他，探取情报。是，我也承认，我的确很欣赏月明言，是我的疏忽。可如今战事已领，两国谈判结束，月明言离京在即，我保证他此生不会再出现在你眼前了。这2个月，我因为你离家出走的举动，吃不好饭也睡不好觉，人都消瘦了一大圈，就连陛下都问我是不是大病了。夫人，这孩子总会再有的，可你不能不要夫君了吧？谁让你不好好吃饭了？那你肯回来吗？你母亲寿辰将至，等为她庆贺完寿辰，我来接你回家，好吗？侯爷，月明言方才自参要挟，偏要见您。今日没空，本侯要去接夫人回家。邻国使臣将至，说月明言出了什么好歹？怎么忘了你？小姐，兴许侯爷是有事耽误了。换谭府的马车来，我们自己回去吧。夫人，夫人，南六姐，你分得清我是谁？最终会结果这样。阿晴，浑然当我又胡闹了。微微，你还记得你说今天要接我回家吗？你给我下药！药剂我只下了半服，南六姐，方才你看到我虚弱的样子，分明心疼。你给我下药！药剂我只下了半服，南六姐，你舍得杀我？明日接我的使团就要来了，你不能杀我！夫人，您才刚回来，这是要去？大人稍后，我这便去请馆主来。哪一间呢？怎么是茶呀？姑娘，你走错房间了。酒，我要喝酒。这里没有酒。酒馆里怎么会没有酒？你也欺负我，你们一个两个的都欺负我。是不是因为赵明寺那天我弄丢了秋来的音乐节，他才不喜欢我的？这出去。刚成婚的时候，他待我无微不至，我几乎以为他要爱上我。他真正爱的是让我失去了孩子。他以家国大义包庇着他，哄我骗我说要接我回家，却又让我看见他们厮混在一处。没有人会这样去爱一个人的。可我不明白，纵使他不爱我，
又怎么能爱上他口中的敌人呢？又怎么能爱上害死他孩子的女人呢？我也不知道。镇南侯来了。醒了？怎么一个人在外喝得这样醉？这披风又是谁的？南流情，我们和离吧。什么？我想了很久，当年你说要娶我，是因为我在你绝望的逆境中拉了你一把，你一时感动，便草率的许下了一生的承诺。草率？韩芷薇，除了你，我从未给过任何人许下过一生相伴的承诺。少时的你有多意气风发，赤膊银城，受到多少京城女子的爱，你早就习惯了众星捧月、人人簇拥的生活。你永远都有选择，想要同谁共城，同谁共饮，同谁春风一度。你酒还没醒，我去为你端碗新酒汤来。月明言以女子之身为国征战，何等风姿动人，银鞍白马，飒沓流星，你会动心，我不怪你。薇薇，是我的错，可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他下了药，我亦是失神才。你是胜将，他是败寇，沙场征战你没有输给他，如今却能中他的算计，我只能想到一个原因，我不怪你的，只是你不该说要娶我，又爱上别人，你这样做会让我觉得我是不是真的很不好。我只是喜欢你，不想让你死。在雪山里，我真的没有想过要用恩情裹挟你一生的。春色叶子楼台跌落，眼中豪情都虚设。我知道你现在是镇南侯，休戚一时，有伤民节。你将过错推到我身上就好，就说我身有隐疾，无法诞下子嗣。只是如此一来，势必会令谭府蒙羞。你若能看在过往情分上，维护几分谭府颜面。你倒是想得很周全，可我不会同意和离，也不休妻。大人的事我会向你补偿，你想怎么样都好，但别和我分开。好了，夜深了，你早点休息。没有月明言，也还会有别人。南流情，我亲眼见过你和别的女人赤身交缠的错误画面，你叫我说何亲眼见过，所以你恶心了，是吗？偏偏月阳里分爱又放胆，说却连分寸。我不会同意和离，休息。侯爷，遣散名单已经出来了。薇薇，我们会重新开始。自己亲人有意思吗？薇薇，是我醉了，还是你来找我了？阿爹生辰，你答应过他会去谭府看望的。你要同我和离，我这镇南侯的爵位下访到一个工部侍郎的府中，只怕谭府招待不起。薇薇，别碰我！谭小姐想在父亲面前展现夫妻和睦，我能理解。可你总要能忍下心头的恶心，与我亲近才是。只是走个过场，你何必？亲，我就答应。你别用这样冷漠的眼光看着我，会让我觉得你不再爱我。你要伤我。待阿爹过完寿辰，你我便去户部签下和离书，自此再不相干。户部没有我的同意，你以为他们敢吗？那我便成诉，总有一种办法可以和你分开。你想闹到公堂？谭之薇，你是清流世家的女儿，谭家将名声看得何其重，你要为你自己的任性毁掉满门清誉。夫人，还有什么事吗？嫂嫂怀有身孕，兄长公务繁忙，阿娘只怕也没有那么多精力照看，不如让我留在谭府照顾嫂嫂。这怕是不妥吧？谭府若没有称心得力的丫鬟，从侯府调下来便是。夫人，请回吧。南流景，我不想与你成为一对怨偶，你何苦非要缠着我？侯爷，你有罪了！
你说我为何非要缠着你？你是我心底那根骨刺，藏在一捧酒苦肉计长的，又是何必？夫人，侯爷怎么也不肯喝药，您要不去看看？方才管家说你不肯喝药，你来看我，心情好了就喝了。你是为我受的伤，等你好起来，我再与你谈我们的事。我枕下有一把匕首，什么意思？等我快好起来，便拿匕首再捅进这伤口里，这样我永远都好不了。你永远别跟我谈和离的事。你休息吧。韩之薇，你觉得我对你只有恩情，没有爱情？可如果我告诉你，我是喜欢你的呢？那我会更恶心。所以我又何必告诉你？夫人呢？方才上来辆马车，瞧着是解封酒馆来的。备马。兄长，您是？你在这里见谁？妹妹，侯爷，您也来了。老师，你也在这儿？老师，坐过。帝师要亲自操办四海治修缮事宜。我与大人谈论间，听到大人独到见解，便瞬间想起来，邵氏妹妹与我讨论过相同的观点，便请了茶馆的人去侯府将妹妹接来。没想到侯爷竟是半刻也没舍得和妹妹分开。怎么咳嗽了？近来秋风寒，你都要小心身子。老师的好意，喝些润嗓吧。你在看什么呢？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我怎么就没有好好说话？你跟来质问我，是以为我要见谁？就是不知道我才跟来。我不是你，何必担忧？你从前不是这样对我的。这是在大街上，你不要闹了好不好？你原谅我吧，我知道错了。你没有错，只是你该找个你喜欢的女子共度一生。可我喜欢你啊。可我不想喜欢你了。你在战场上那3年，我日夜为你祈福，脑海中想象着你得胜归朝后我们再相见的场景，可一切都很空白。南流景，我想象不出我们相爱的场景。如果没有雪山相救，你不会注意到我。可那真切发生过。战场3年，我多次险象环伤，重伤濒死，皆是靠着娶你的信念活过来的。我的承诺并不假，可你的心并不真。任何人救你，你都会许下这一生的承诺。若我只是一名与你萍水相逢、莺声燕语的歌姬，指不定都会与你有一段艳情。艳情已经将我对你的情感贬低得这样低。到此为止吧，你不要对我有亏欠，我也不要对你有希望。你眸中万千，独步几身，我便佛身外身。你是不是觉得我说的话太重了？是他先辜负了小姐，小姐怎么说都不为过。只是方才那番话确实不像小姐能说出来的话，总觉得不够体面。南流景自小姐一遇时，虽中途历经坎坷，却很快又在战场上博得功名，封侯赐爵，心气儿高得很。我若不说的过分些，他又怎么能放手呢？可我瞧着侯爷似乎真的很难过。但小姐你也千万不要原谅他。我知道他很难过，因为他大约真的有那么一点喜欢我，可我也是真的不想要他了。那不是帝师大人的车驾吗？好巧啊，大人您也途经这里？也不算巧，我在等你。可不要对我有亏欠，我也不要对你有希望。就有人晕倒了。微微，想说什么？他不是闭着眼的吗？怎么知道我在看他？大人刻意在路上等我，
就为了送我一程？茶馆坐落近城郊，离谭府有好一段距离。走回去确实够呛。那便多谢大人了。可他怎么知道我会和南流景不欢而散呢？而且我也没说我要回谭府啊！别再胡思乱想了，明日还要同南流景一起去护湖签和离书呢。他人呢？若认真只愿是一颗入爱谁的花。想必这位便是你的夫人吧？我与刘瑾在国子监是同宴，家父乃礼部尚书，我想见你很久了。见我？当年在国子监，我们那群人曾打赌，说刘瑾以后谁也不会娶她呀，就活该在万花丛中游一辈子。可我赌她终会定下心来，没想到会是你。罗志远，你不要跟他胡说八道。我好歹当街救了你，你对旧情人就这口气？别误会，年少贪玩时的儿戏早就不能当真了。见你面色疲累，应是一夜未归，不过还要劳你同我去一趟户部。往日我面色疲累，你都会让我躺在你的腿上为我按揉舒缓，如今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要与我划清界限了。你们这是闹矛盾了。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才修得共枕眠。虽然刘瑾的枕上人，他又做什么风流糊涂事了？你偏要在外人面前弄得如此难看吗？你用的香没有变，你可知你多久没有离我这样近了？没事吧？老师登门，有失远迎，还请入府一叙。叙旧就不必了，我是来请人的。你的兄长向我极力推荐，那日茶馆交流，我亦认可你来参与残制编撰事宜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老师手头修录的典制，未来都是要入国书局拓印流传的，这是好事啊。只是残制编撰事务繁杂，可能要暂居在书馆内，你要考虑清楚了。微微，我愿一试。今日又要多谢大人解围了，只是耽误了大人前往镇南侯府的要事，我实在于心有愧。不耽误，我本就是去请你。请我修书？我以为大人只是找个由头把我带走。我既非文墨笔官，亦不是什么才学大家，书籍修撰一事极为重要，恐怕不能胜此重任。为何不能？你上过私学，亦对人文历史、地质风貌有了解，见微知著，观点独到，已胜过许多书院出来的学生。可古往今来没有这样的先例，实在是与理不合。那便做这样的先例。你走出这样的路，未来便会有更多女子走上这样的路。想好了？那走吧。去哪儿？去做古往今来第一人。帝师协助陛下开辟新政，查治贪腐，整顿吏治，巩固边防，种种举措皆是为民立命，为国效劳。如今成就，竟也不过少年英才而已啊！有他，才有如今如你这般女子读书的光景。怎么了？我与大人初次相见是在茶馆吗？我说的是比兄长找我那次更早之前。不是。是我想错了吗？那日误听我心声之人不是他。这是在明昭寺求来的姻缘结吗？菩萨在上，唯盼与心中人良缘速缔，执手白头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我也求过，但好像不太灵。很灵。小姐，夫人已经准备离开了，我们得快些跟上去。当年交予你的那枚姻缘结可还在？不必为此懊恼，试着放松下来，实在不行，还有我在。大人交付诸多信任给我，我岂敢辜负重托？只是初次尝试，太多坎坷。你与我打个赌如何？赌？就赌这种子无人看顾照料，能否生根发芽，开出花来？这种子名贵，少时我也养过，即便是有人精心培育，都不一定能存活得下来。
若我赌赢了，此后你便不可再唤我大人。那我该唤你什么？阿飞。这以您的名望地位，我这么喊您也太不敬了。你无需敬我，比起敬我，我更希望你相信。相信你？相信我日后对你说的都是真的。光阴流转，我日日忙于修撰，偶遇困顿，便搬把椅子到庭院，守着陆官匪撒下的种子，日复一日。种子开出花来的那一日，四海之编修完毕，我已有近4个月没有见到南流井了。无人照看，依旧能开出花来，这便是生命吗？我输了，阿飞。看来老师这几月与我夫人相处甚佳。我多次来寻你，都被你以事务繁忙拒而不进。如今事毕，你再找不到理由了吧？这南侯找我何事？你是我的夫人，自然是来接你回家的。我与侯爷和离之事拖了半年之久，是不是让您忘记了？我们早该划清界限。我与你的界限，只能在死后躺进坟墓里再商议。在书院不可妄言。您若要以老师的身份管教学生，便不该假公济私，霸占我夫人这些个月。老师，您觉得呢？南流井，你不要像一只疯狗一样乱咬人。疯狗？对，我就是一只没了主人、没绳牵着的疯狗。你怕我伤人？好，那就自己回来，亲自管教。我以为你很爱我，其实也不过如此。听说今日是你侄儿满月宴，你要做什么？去吧，你放心。哎呀，侯爷，您来了，维尔没跟你一起吗？岳父大人，有些话我想借一步说。哦。哎呀，侯爷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南流井，折杀老夫啊！您是微微的爹，我跪在这儿是为了向您认错。我承认，我娶她的时候，未曾想过有朝一日我会这般的深爱她。我以为我娶她是因为她能为我不顾生死，我以为我待她好，只是在回报她给予我的爱。我花心滥情，风流成性，我把她给予我的爱以伤害的方式还了回去，直到她伤心落泪的那一刻，我才意识到，原来我远比我以为的要更在意她。我放下所有自尊，只是想要告诉你，我很爱你，真的，我真的很爱你。你会相信吗？别让人靠近这里。妹妹，你们这是……我相信，因为我见过你爱别人的样子，可你是不是没有见过我不爱你的样子？现在的我令你感到陌生了，对吗？南流井，你应该永远骄傲才对，那样的话，你便还是我记忆中那个不可一世、鲜衣怒马的少年郎。门外还有很多宾客，你站起来吧。侯爷啊，您就起来吧，方侯拜我一臣子，实在倒反天罡啊！今日之景，诸位便当最后一梦，都散了吧。谨遵帝师教诲。你怎么也来了？你需要的时候，我会在。今日谭府的事，多谢大人出手相助了。于我而言，谭府的事不算外事。妹妹好福气，只是她与侯爷闹了这么久，侯爷也未肯放人。我这妹妹自小就固执，若是没有个放妻书，只怕想不到大人的心意。我不会令她为难，她自然应当先照顾好她自己，再慢慢看向我。阿飞，我送送你吧。阿飞，或许你有办法帮我要到和离书吗？南流井始终不松手，我与他已经说不通了。这还是你第一次主动开口要我帮你。他离开谭府的时候说会一直等你回头，不会回头了。这几个月我随阿飞一同修撰典籍，书中的异域山川、人文风致都唤醒了我少时的向往。我想去看一看，或许世间山河辽阔，女子不必拘泥于情爱，不必困囿于轩窗，就像阿飞说的，去走更广阔的路。
这便很好。烈酒伤身，少喝些吧。怎么会是你？刘瑾，若在从前，你不会拒绝我的。我与你的那一段，在你的记忆中应该很模糊了吧？那时我与人作赌，赌你此生定会爱上一个人。我原以为我赌输了，所以我提出分开，你不曾挽留。为了你，我与家中决裂，却依旧没能得到好结果。没想到经年以后，谭之薇却让我赢了那场赌局。你瞧你，只是提起他的名字，你便慌了神。可他如今即将投入老师的怀抱，你又该有多伤心呢？我瞧着你伤心，这心里啊，难得觉得如此痛快。侯爷，方才夫人送来信笺，邀你明理一件。他可回头了，他要见我，他要见我，是要原谅我了。快来人救火呀！侯爷还在里面呢。是我放的火，我还给你下了迷药，准备让你与我一同葬在这儿。你疯了！你何时才能明白，爱愈深，恨愈浓？谭之薇能放手，可我做不到。南流瑾，你可以四处留情，可以没有真心，但你不能真的爱上一个人。我没有得到的爱，你怎么能给别人？疯子！可能还不知道，我之所以回京，是因为老师的一封信。他爱上了一朵花，他想让花绽放，便得先洗去他周身的淤泥。可他眼中的淤泥，也曾经是我的月亮。我的月亮不该为谁而落下，你应该挂在高天上，在我触碰不到的地方。南流瑾没有来，你要不要去看看他？昨夜里，娄志雪放了火，将自己与南流瑾困在阁楼。南流瑾被救了出来，娄志雪葬身火海。那南流瑾还活着，但也没比死了好多少。不进去吗？我其实一直都不愿意见他太狼狈的模样，怕心软。他亏欠，既然我注定不会回头，何必给他希望？是你来了吗？就站在那儿，我只有一个问题问你。回答完，我放你走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再以情义要挟你。你问吧。那一日，我以为他会问我，如果重来一次，当年雪山你还会不会去救他？没想到，他只是问了一个似乎无关的无聊的问题。你身上的香换了吗？我已经许久不用香了。这样，放弃书拿走吧，我就不走。像落花扑鼻眼里，给我唯一的定义。也许我终于拥有。他这是伤了手吗？从前他的字可是京城双绝之一啊。那你知道另一绝是谁？那自然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帝释大人啦。这话从何而来？我说要去见辽阔天帝，你转头就向陛下请了旨，要以游学拜访的名义周游列国。原先我还担心通关文牒难搞，眼下却是一点担忧都没有了。你知道我是为你。先往哪儿走好呢？小姐，侯府管家来了。放弃书不是已经给你了，你还要躲我躲到哪里去？侯爷，这是今日来照顾您的丫鬟。
同心人都不会，让他滚！侯爷，真的要赶他走吗？笨手笨脚的丫鬟，留着给我送终吗？我是残废了，但脑子还没出问题，还不让人来把地扫干净，是想让我踩到碎渣吗？老奴这就让人来打扫。自侯爷墓亡后，青青就一直这般阴晴不定。您先走吧，别伤了手。日后不要再带人来了，我不需要丫鬟，他们用的香太难闻。往事凭何去回想，醉不过刚春江花，雨月夜连成谎，就别再空虚情。浮生若梦，风海雾，那海上会有海怪吗？运气好的话，也许会。运气好？所以你要是看到，得好好记录下。爱你是风月镜中是寻常爱恨，只待彩虹。传一起谋，往河桑去了。日后不必再跟着他了，也不必再守着我了。那你呢？我就让我守着这座地上的孤坟，慢慢的活吧。百针千边缘，最好是成全。含笑一度你容颜。听闻帝师游历3年，今朝归京，沿途随行伴有一女子，不知是哪家的姑娘能得帝师大人的眷顾啊？喏，你手中这本异闻录就是那姑娘的手笔。整理好了。这一路紧赶慢赶，终于是赶在讲学前回了京。那，你交给我的任务也圆满完成了。做得不错。稍后我去见圣上，你随监院先行布置礼堂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明日讲学，我可是第一次上台。放心，等我回来，今夜再帮你看看。听说是帝师和姑娘来讲学，今日便已有许多文人墨客入园静候了。姑娘可随意逛逛，我去处理些杂事。有劳先生了。你回京了？不好奇为什么我在这里吗？整个京城都知道阿斐回来了，你出现在这儿也没有什么奇怪的。3年过去，你成长了不少。和我说说话吧，你不说话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看我。监院有事找我了，下回聊。你身子不方便，管家回来前就别乱走动了。异闻录上记录着一种植物，坚韧、耐活、药用性强，一生却只开一次花，花谢一次，就再也见不到了。心有缺陷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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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昨夜心头牵挂，今朝眼底。你同陛下聊什么了？这都戌时一刻了，你用过膳了吗？该劳烦夫人为我煮碗面了。先等等，我托你说一件事。你说。今日御前，我将你编撰的书卷拿给陛下看，陛下盛赞你笔下玲珑，别有巧思。真的？可你怎么不事先跟我商量啊？万一哪里没有做得好的话。往常我夸你时，你总觉得我对你有偏私，如今天子试阅，一时称赞有加，你便该相信你真的做得很好。等你尝了我亲手煮的白水面，便知道也是真的很好。白水面，一点荤腥不放。不放。一次错过不从错误，错在来不及看清楚你。